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解放军参赛队的表现都能够明显的超过俄军，可见呢，俄军在现代化建设和战斗力提升方面的欠账，恐怕比大家想象的要大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话题的标题是俄军现代化建设欠账太多，导致伤亡超标。乌克兰战争呢已经进行了4个星期，美国发动各路媒体大肆的宣传俄军伤亡惨重，士气低落，已经无力再战，马上就要输了。俄军呢则埋头猛攻，一点点的肃清障碍，战斗已经到了最关键的阶段。关于俄军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到底有多少伤亡，美国、乌克兰方面和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有很大的区别。俄罗斯仅仅是在3月3号宣布自己共有498人阵亡，此后呢就再也没有综合性的伤亡统计数据，仅仅是零星发布一些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军官和士兵。3月22号俄罗斯的共青团真理报上有一条帖子，说俄军的阵亡已经达到了9800多人，但是这条帖子呢很快就被删掉了，后来证明呢这是被黑客黑上去的。按照美国国防部3月23号的说法，俄罗斯军队已经阵亡了至少1万人。一支军队如果阵亡了1万人，那么再加上受伤被俘、战斗减员，会达到4万人。就算是俄军派出了20万兵力进入乌克兰，这样的伤亡，俄罗斯军队早就该打不下去了。但是俄军的伤亡比例超出了普京在开战之前的预计，几乎是既成事实了。另外俄罗斯军队的精神面貌也不是很理想，很多年轻的军人被抓了俘虏，还出现了部队丢弃重要装备的情况，包括自行火炮、先进的防空导弹、电子战车辆、通信指挥车等等。那这种情况是一支优秀的军队绝不允许出现的现象，哪怕装备受了损坏，实在带不走了，那也要想办法把它彻底的破坏，绝不能完整的落到敌人手里。被人们称为战斗民族的俄罗斯军队打了这么一场战争，竟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，是有些让人意外。但是如果你长期关心俄罗斯军队建设的话，恐怕对俄军这样的表现有所预计。从2014年开始俄罗斯国防部举行了国际军事比赛，最粗的项目只有坦克2项，此后呢逐渐的扩大到步兵、炮兵、汽车兵、防空兵、航空兵、海军陆战队等多个军兵种。中国人民解放军从2015年开始派出参赛队，参加了国际军事比赛的几乎所有的项目。从2017年开始，中国还成为了共同主办国，在国内承办了一部分赛事。比赛的过程呢，让人感到很意外。俄罗斯军队的战术技术表现远远比不上解放军，这让人十分的诧异要知道，从苏联解体到现在，俄罗斯的军队一直在不停的打仗比较上规模的战争就有2次车臣战争、格鲁吉亚战争、叙利亚战争，还有克里米亚事件，期间还夹杂着大量的反恐行动。应该说，这是一支不断的接受战火考验的军队。而中国人民解放军自从两山轮战结束以后，再也没有打过一场正式的战争了。按理说，俄军的表现应该比解放军要老道一些才正常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。在多数比赛项目上，解放军参赛队的作风、技能、体能都明显的超过俄罗斯，装备上的优势就更明显了。特别是在坦克2项比赛当中，国内的军事研究者纷纷指出，俄罗斯方面简直是在吹黑哨。国际军事比赛是俄罗斯进行大规模军事改革以后进行的，是对军改成果的一种检验。参赛队伍都是从俄军各个部队当中挑选出来的精兵强将，而解放军的参赛队是由各个战区、各个军区轮流选拔的，选拔的强度还不如俄军的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，解放军参赛队的表现都能够明显的超过俄军，可见呢，俄军在现代化建设和战斗力提升方面的欠账，恐怕比大家想象的要大。或许这就是俄军在乌克兰战争当中遭到重大伤亡的主要原因。比赛场上不会死人，战场上炮弹可是不长眼的。站在俄罗斯的立场一定会坚持把这场仗打下去，哪怕还要付出更大的伤亡、更大的代价。
俄罗斯需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动员，拿出更大的力量，用更坚决的态度把乌克兰的几个战略要点拿下来，包括哈尔科夫、基辅、敖德萨这几个核心城市，先把仗打赢，战后再慢慢的做检讨。当然了，对普京来说，这不仅仅是个军事问题，这也是重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。好，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。